每天坐办公室8个小时，在电脑前忙来忙去，几年下来错得我屁股都开花了。哦，你是不是痔疮又犯了？还是去看看医生吧。我的家庭医生是个男医生，这种事情很不好意思讲出来。你不讲，就这样自己忍受着痛吗？有时候小病可能会变成严重的大病的。你说的很对，不过在与医生见面前，我是会做些功课的。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的就诊时间，我需要把我想要表达的都表述清楚，好方便与医生可以沟通的顺利些。哦，那你通常会准备些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会把我的问题和症状写下来，这样见医生时才不会漏掉。碰到类似尴尬的病情，如果自己不好意思开口，还可以带亲近的人陪同，由他们先帮自己开个头。对于医生询问病情的细节，要如实的回答。如果不清楚是否还需要提供什么样的答案给医生，好让医生更能对自己的病情做出最佳的诊断，也可以直截了当的跟医生问：医生，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提出来，需要问我吗？最后诊断后，再跟医生复述一遍治疗方案，以确保听到并跟随做的是正确的方式。很好哎，可是对于这些难以启齿的问题，要怎么问呢？可以在叙述前加上，这似乎是个愚蠢的问题，但是，或者还可以讲，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，不过有了好的开头，就可以与医生顺利的交流下去。就算有家人的陪伴，讲到私密的病情还是很害羞哎。再感到尴尬，也不必有羞耻感。为了自身的健康，还是要对医生如实讲出自己的病情。其实，医生已经听过和看过这类问题很多次了。只有诚实的叙述，才能让医生为患者更好地解决身体的问题，从而提供最佳治疗方案。我这个不太会讲话的毛病，提出的问题可能会让医生感到冒犯。比如我担心处方治疗的潜在副作用会对我影响很多，是否有替代的治疗方案？那医生会不会觉得我在找麻烦？不会的，医生是专业人士，会保有开放的心态，并乐于帮助患者。就算这个医生没有办法找到替代的治疗方案，也是可以去看其他医生，寻求第二种建议。那我这样做会不会让医生感到我在质疑他看病的能力呀？在短短几分钟的看诊时间里，病人很难把自己病情的来龙去脉描述清楚，有时也会忽略掉重要的信息。而医生凭借病人的叙述做出了自己最佳的判断，但医生也是普通的人啊，有时也有可能会有遗漏。同时，对于诊断也很难对患者阐述详尽，所以双方的沟通问答是重要的交流表现。如保有任何疑问，都需要不厌其烦地问清楚的。医生有时讲的医学名词我听不懂哎。不懂的时候就请医生重复一遍并记录下来。短暂的就诊时间自然很难了解关于病情的更加详细的讯息。有了对病情的诊断，就可以去网上搜索更多的资料加以了解。这时也可以询问医生哪个网站是比较可靠的医疗资讯来源。那医生最后开的处方药物我更看不懂了，也搞不清楚如何才是正确的服用方法啊。这个是可以去药房询问药剂师，他们会做更详尽的说明，
并且注意事项也会打印在药物的标签上的。我听到医生说的药物的名字和我看到标签上的名字对不起来哎。那是因为医生通常讲的是品牌药名，而因为价格和保险的因素，药房通常会提供具有相同有效成分的仿制药。有时医生开的名牌药物也太贵了吧，保险也不付，我又负担不起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其实是可以直接询问医生是否有非名牌的同等药物来替代，尤其是长期服用的药物。如果没有按时吃，是因为自身财务问题无法听从医嘱，从而感到羞愧，就想说一点小谎话掩盖过去。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医生会对患者的病情做出不正确的判断，甚至是不正确的用药剂量。诚恳的回答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的表现。我看到网上还有很多便宜的偏方可以来治疗，我该不该尝试啊？这个是需要做出判断的。偏方的来源是哪里？提供偏方的人是不是有比较可靠的医疗背景的把关？当然，有些另类疗法的确有效果，但最好还是由医生给的建议会比较稳妥。总而言之，病患就是要做个好奇宝宝，看医生时就是要多提出问题并诚实回答。太对了。那我们练习一下，当医生问你问题时，你会如何作答？好啊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你一周喝几杯带酒精的饮料啊？1杯还是3杯？我最爱的麻油鸡里面放多少杯料酒啊？还有那个花雕酒煮东坡肉最好吃嘞。OK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是否吸过除了香烟外的东西啊？你经常烧艾灸，满屋子都是艾草味，我都吸了好多了。好了，你打住吧，你的答案也太奇葩了吧。那我来问你啊，你多久锻炼一次啊？如果算上我上下楼梯、到超市买菜、做家务的话，30分钟，1周3次。可是每天上班这么累，回到家就想窝在沙发里不想动，而上次办的健身会员卡还在抽屉里放着呢。瞧，你还说我呢，你自己也不是乱说话。好了，我们彼此半斤八两吧。